序言：那些噪声是什么？卧室的水龙头是不是又在滴水？你确定那些文件在中午之前能送到客户的手里？近来你母亲的健康是不是每况愈下？你能负担起女儿申请的任何一所大学的费用吗？仪表盘上检查引擎按钮在闪烁，车子又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你的伴侣不能理解那些？喂，等等，在送文件到客户手里之前，你在上面签字了没有啊？凌晨3点，你头脑里的仓鼠转轮开始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运转。4点30分，你告诉自己，我还可以再睡上2个小时。5点30分，你依旧在期待睡眠的到来。6点30分，闹钟将你惊醒，崩溃的一天又到来了。在办公室里，一杯浓咖啡让你打起精神。在家里呢，一大杯酒帮你轻松地度过了傍晚。然而几个小时的半梦半醒之后，你的思绪开始转轮子，你又开始盯着闹钟数绵羊了。那假如可以停止焦虑循环，你会怎么办呢？工作和家庭的日常需求没有变化，然而惊恐、不确定性和压力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用活力、自信和平静代替疲惫、自我怀疑和不断焦虑，那么你的生活、健康和人际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如果你已经在思考为什么生活的悲观要摧毁乐观，或者在思考为什么大脑不能停止那些持续不断的担忧，那这就意味着你迫切的需要行动了。那如果利用我们提供的易于实践的方法和练习，你就可以做到以下的事情：粉碎你陷入持续焦虑状态的幻想，思路清晰且充满自信地迎接每天的挑战。为了更加充实而愉快的生活，放飞你的梦想。我们呢，将帮助你摆脱思维上的常规约束，那是你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设置的条条框框，帮你坚定信念，培养良好的习惯，打破那一直试图拖垮你的焦虑魔咒。我们会让你发现更加平静和快乐的自己。那你该如何从焦虑和反刍思维中抽身，进入冷静平和的状态呢？纽约时报畅销作家，每周工作4小时 The Full Work Week 的作者蒂莫西·费里斯说道，你不必成为超人，取得超人那样的成果，你只需一套好的工具箱，里面装满变革性的工具和练习，而这些工具可以引爆人们探索的可能性。在神经可塑性、表观遗传学和量子物理学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显示，你可以不是基因、环境和思维的受害者。你的状态如何呢？取决于你选择将精力放置何处。如果你的大脑将注意力集中在消极的一面，那你的现实将变得同样消极，导致你一直处在焦虑的状态里。然而现在呢，你完全可以消除积极想法，享受当下，控制自己的思维，改变那些加剧你焦虑的有害习惯、观点和行为。在本书中呢，我们将教会你如何在焦虑或恐惧要击垮你时，迅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创造激起你改变欲望的环境。然后呢，通过神经系统学领域最新的简单可行的办法，我们将使你转变大脑运转的方式。这种转变是显著的、可测量的。那这样呢，你就能摆脱破坏模式，唤醒快乐、健康和有活力的自己。本书呢，还将送你一个无忧的密码。本书致力于为所有被长期焦虑损害了生活品质的人服务。通过识别大脑变化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利用大脑的动态功能和治愈能力，我们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摆脱困境，战胜了生活中毁灭性的打击，
也清除了那些一直在磨灭他们经历的日常困扰。我们期望你和他们一样惊喜地发现，重塑思维和改变生活是完全可能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这本书的首要目标呢，是帮助你构建一种坚韧的内在生活，让你可以应对生活冲突。生活冲突呢，是指生活中的那些突如其来的不愉快的波折，它们使你偏离理想的道路，推迟你成为梦想中的那个人的进程。那我们将带领你一起体验8种很有影响的大脑变化方式，它们基于神经系统科学、生物反馈、临床催眠和最好的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我们在这些研究中获益良多。那在这项有点像临床医生的工作里，我们不仅要教你如何平息焦虑的大脑，还要教你训练那些可以应对简单生活的挑战的精神肌肉。我们将向你展示的不仅是克服焦虑，还有从焦虑中脱身而出，创造充满快乐、有深度交流、情感在逐渐成熟的生活状态。此外呢，我们还将与你分享我们的患者如何战胜焦虑，并最终拥抱理想生活的故事。那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这些故事提醒我们，我们的问题和焦虑不是特殊的，不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呢，也给了我们信心，相信这些问题和焦虑是可以解决的。从更深层面上来讲，这些故事能够成为能力、智慧和创造力的无意识来源，它们可能会引导你找到积极快乐的一面，帮助你挖掘尚未开发的潜力，建立自信，激发想象力，然后呢，在现实中付诸行动。你一定已经见过很多人使用本书中的策略和思维改变方式，使自己的生活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希望你能够尝试，我们确信你将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强大，更有能力，更有头脑。不要焦虑，我们将向你展示我们的法宝。我们为什么会焦虑？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你无法阻止鸟儿从你头顶飞过，但你却可以阻止鸟儿在你的头上筑巢。玛丽午夜惊醒，心脏砰砰乱跳。是不是有人打开了厨房的门？哦，那是下水道发出的声音。丈夫在她身边轻轻地打着鼾，然而她在黑夜里却觉得如此孤单，大脑又开始飞速运转，她没能再入睡，舒适地做个美梦。相反的呢，她会睁着双眼，在床上躺几个小时，观看脑海里一组没完没了的幻灯片，上面播放着她整天担忧的大大小小的事情。2个孩子正挣扎着度过青春期，丈夫可能会丢掉工作，他将成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超过了他们固定所能提供的帮助，而房子变成了他们永远也爬不出来的钱窟窿。我们见到玛丽的时候，持续的焦虑和失眠带来的压力开始凸显他们的危害。她疲惫不堪，丈夫埋怨她太暴躁，对孩子们没有半点的耐心，他们的生活变得黯淡无趣。她试着想象未来，但是所能想到的东西却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就问她，在她看来让她变好的第一步是什么？她回答，睡觉。睡觉曾经让我从脑海的那些 B 级电影中得到解脱，但现在……她疲惫地耸耸肩，双眼充血，恳求道，我怎样才能结束这一切呀？怎样才能停止担心这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是已经脱离了我的控制，就是还没有发生呢。我们问他想要什么。我想要控制自己的思想。他说，我想变得更加的放松和自信，我想让自己觉得一切会变好，
这样就不会时刻感觉自己生活在危机里了。他补充道，但语气勉强，仿佛将要说的话都只是奢望。我很想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比如在海边散步，看着海鸥在水上滑翔。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帮助时，他满脸疑惑，他将要去探索如何运用大脑来创造他所渴望的生活。你当然也可以。你拿起这本书，阅读第一页，你就告诉我们你想要改变，你想让自己从焦虑中得以解放，你想要停止那些让你夜间失眠的循环魔咒，你想要在早晨睁开双眼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喜悦，你想要干劲十足地度过有意义的一天，不被那些令人消沉的可能性和随着即将到来的阻碍而来的恐惧所干扰。那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这里我们将帮助你顺利地走完剩下的旅途。相信你的能力。你并不是总在焦虑，对不对呢？实际上啊，你可能是毫无畏惧，充满期待地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生活顺意，你会信心满满的，对生命和它运行机制怀着极大的好奇。试想啊，你开始走路的时候，你就掌握了一种复杂的运动技能，它需要有耐心、有韧性，以及在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的独立。你必须掌握平衡，调整重心，迈步向前而不摔跟头，留意途中潜在的障碍，这些呢都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呢，你也学会了各种调整情绪的方法。学习走路，你就必须学会勇敢，敢于尝试挑战那些你从未做过的事情。学会坚持呢，在每一次跌倒以后都要爬起来，并且挺过了疼痛。那学会如何去冒险，哪怕知道可能会失败，也要再次尝试。学会了如何面对恐惧并战胜它们。你还学会了如何遵守承诺，努力实现目标。你在无意识里记录了这些成绩，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就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那他们现在呢，就在你的心里，已经准备向你提供所需的勇气和支持。那么你为什么还在一直的焦虑呢？将狮子误认为石头的后果。在回答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世界的演变比我们想象要快得多。在远古时期呢，人类发展了迅速察觉并应对威胁的能力。生存过程中潜伏太多的不确定性，但假设性威胁无疑可以提高存活的概率。如果他们看见一块石头，将它误认为是一头狮子，肾上腺素飙升，从而使得他们做好应对潜在危险的准备。那如果他们看见一头狮子却误认为是石头，那么他们将成为狮子嘴里美味的大餐。宁求稳妥，不愿涉险，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是有益而无害的。他们所付出的体力消耗比我们多得多，将压力产生的化学物质排出了体外。那让我们向后拉近15000年，在现代的社会，遭受人身威胁的可能性极低，但所面临的精神压力却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依旧像祖先一样，存在战斗还是逃跑的本能。我们居住和劳作的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激起了我们的原始恐惧，迫使我们学习求生技能。一直生活在橙色预警级别的危险和高度戒备中，通常呢会激起一连串的过度警觉的反应，释放恐惧的化学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可以使身体衰老，使大脑处于持续紧张和焦虑的状态。那这种强烈的应激反应可能会引发心脏病和癌症，降低免疫力，还会造成社会关系的冲突。每天你所想、所感
和相信的东西都会影响到你体内的基因表达。你呢，是你自己的基因工程师，你可以影响到你的健康、寿命以及你的疾病和退化。无需学会调节你身体的内部环境，你就可以触发身体里有毒的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产生的后果都是毁灭性的。DNA 不代表命运，但消极的想法却真的可以激活1200个压力基因中的任何一个，而多数这样的基因能够导致慢性病、抑郁症和绝望。你的大脑呢，能够立即绑架你的情绪。你的早年经历也许会告诉你，生活在过度警戒的状态让你更有安全感。然而，现在一点小小的挫折或者令人不愉快的意外，就能将你打回焦虑不安的原形。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话，在内心里长久忍受这种循环，就开始失去控制。你呢，为一个感知到的威胁而焦虑，恐惧让你过度反应，过度反应使情况会变得更糟。你更加焦虑，继而更加过度的反应，情况更加糟糕，如此恶性循环。然而自始至终，一直造成你如此焦虑的狮子，或许只是一块石头。焦虑的原因，负面倾向。现在呢，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大脑在面对状况的时候，先焦虑，然后才思考。哪怕呢是遇见了友好的人们，或处在安全的状态里，我们仍会先查看环境，确定是否存在危险。大脑呢，倾向于察觉危险，相比正面信息，它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加强烈。事实上呢，我们给予负面情绪的关注更多，因为我们往往会过度查找所谓的 FUD 因素。那 FUD 因素是什么呢？它是恐惧、不确定性和怀疑。这就是我们大脑的负面倾向。大脑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它会在瞬间告诉你，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哪怕你是在意识里还未看清对方的样貌。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真实的人脸和计算机生成的人脸以低于意识知觉的速度快速地闪过，来测试大脑的这种能力。结果显示，不管这些人脸看上去是否可信，大脑都能做出识别。当我们认定他们不可信时，我们就会迅速地对他们做出否定的判断，哪怕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那这种知觉能力和控制恐惧、焦虑的能力紧密相连。当你确认某人是可信的，那你就会觉得很平静。那确认某人不可信时，你就会感觉到威胁，觉得很焦虑。焦虑往往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并对现实进行反思。这样的躁动使你不停地想要解决问题，寻求出路，却从未想到过寻找轻松和解脱。如果你身处焦虑状态，你会发现自己一直在试图寻找所有可能会变得糟糕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做好准备去迎接它们。想想那些冷酷的古老谚语，它们正推着你走在那条路上。有备而无患。如果你想将事情做好，那你必须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那这种生活方式的问题在于，你永远不会觉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来迎接幻想中糟糕的结果，所以你依旧在不停地焦虑。如果我将会，这是焦虑者经常反问自己的一般句式，而他们往往用最糟糕的预测来填补句式中的空白。反刍思维是更加强烈的焦虑形式，强迫性的反复地查找令人痛苦的因素，却没有能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方法上。你可能会告诉自己，
为可能出现的灾难制定应急计划，会让你觉得已经掌控了生活。然而，慢性反刍思维，即如马拉松，一般长期的在大脑里播放斯蒂芬金恐怖电影，可能会导致健康的问题，如头疼、胃肠病、失眠症以及一般的身体上的疼痛。杞人忧天者是如何诞生的？在确实存在危险的紧急情况下，识别危险对你很有帮助。然而，当你依赖以反应过激的状态来建立焦虑模式的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就开始变得兴奋，心率加快，身体炎症加重，肌肉张力增加，血压升高，身体里充满紧张和不安感。如果你长时间的承受负面压力，大脑就无法达到静息状态，所以你就很难得到放松，进入深度的睡眠，更不可能恢复平静的情绪状态。你身体紧绷，在反刍思维里觉得心情很糟糕。那在这种状态下，大脑形成新的神经通路，规划新的路线图，通向未来的观点、情感、思想、知觉和行为，它们会受到目前精神状态的影响，路线图的绘制也不例外。你的大脑开始将大大小小的生活冲击编织成关于生活信念和规则的限制性模式，那这种模式会引发焦虑的、恐惧的和情绪化的思维，干扰你的思路，阻碍你坚持到底的毅力，并破坏你的信心和满足感。你的自卫习惯只会让你的人际关系更紧张，导致生意失败、健康受损、情感麻木。你随时都可以在你的私人精神中心观看一部恐怖电影，再来一盒爆米花，那就更好了。你的大脑正是执行制片人，这个神经电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并增强各种负面情绪的强度，因为它将向你展示你如何被那些问题折磨，你生活里的所有成功如何被阻碍，你如何不能拥有你想要的，别人如何反对你，并将一直反对你，你如何遭受非议，你如何被剥夺所有的财富，最终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街上流浪，在余生中遭受失眠的无尽折磨，终将不再有欢乐。请深呼吸，镇定。现在我们就来试试吧。这是一个快速又简单的精神练习。花片刻时间来回顾一部关于你个人的恐怖电影。你是坐在观众席上的观影者，还是影片里有直接经历的演员？如果你是观众，那真是好消息，你可以轻易地改变电影。如果你是演员，那么你就可以改变电影的台词。那现在我们就来尝试做这些。想象你坐在直升机或热气球里，飞向天空，在天空将所有事情组成一部电影。视野变大，而镜头里的事物逐渐缩小。它周围的世界开始出现在视线里。你看见了什么？呀，这里有一只小鸟，那片云朵看上去像一头猪。你能看见你的房子吗？从热气球的高处往下看，世界是不是看上去很平和？让自己置身在一个精神影院里，观看屏幕上的变焦效果。现在走到最后一排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观看屏幕。此刻的电影是什么样的？变小了，没有之前的那么糟糕了。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所有的位置？可能有人坐在那里，从这个角度看，你会发现并不是只有你才会遭遇这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根本没有那么严重，它比你想象的更容易控制。那如果你是电影里的演员，
你可以将你的台词改成存在无限可能性的那种。比如，你真的不能再开生日派对了吗？生活很容易地触发你最负面的想法，并让你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遭遇过的所有消极事件。通过学习如何训练你的大脑，让它具备灵活性和稳定性，你就可以创造更为积极的思维模式。充满力量的观点。当你有意识地进入全新的精神状态，如平静，你就会产生新的行为。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你训练你的神经系统，减少恐惧。然后你就可以再次训练你的思想内容。当你学会调节身体对意外的反应，中断习惯性焦虑和反刍思维模式，你将能长期地保持快乐的精神状态。开始呢，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半信半疑。不可能会这么简单吧？我要谈一下我父母是怎么糟糕地对待我的吗？弄清楚你和父母的关系，以及自己如何运用某种思维模式，对你的大脑是有裨益的。确实，你对世界的感知受到了你早年全部经历的影响。但是呢，无休止的纠结于过去，不断地抱怨所有的不公平，并不能让你有所进步，也并不能帮助你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更不会让你过上快乐的生活。不管怎样，打破你的思维模式吧，这样你就能摆脱过去的束缚，创造更有活力的未来。作家安·拉莫特说，我的思维是一个糟糕的邻居，我从来不敢独自的去拜访他。那这种逃避的策略可能会一时有效，但如果你真的希望有所改变的话，那就需要走进去，有所行动。快乐背后的科学。玛丽，这位是我们在开篇就见过的焦虑失眠者，最终能踏实地睡上一觉，获得他想要的平静，并自信乐观地走上新的生活。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运用有力的干预手段来使大脑重获平静。我们根据神经科学的发现得出了以下观点。第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这种过程叫做自我导向型的神经可塑性。你的情绪、行为模式、态度和观点都与你的精神状态有关。那如何以及在何处放置你的注意力，决定着你大部分时间里的精神状态。转移注意力，你将能改变你的精神状态。第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地拥有快乐的精神状态。备受焦虑的困扰一直在脑海里播放我的未来最糟糕的电影，会让你的大脑陷入持久的危机。但是当你学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并进行自我调节，你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更加合理地对待你的经历。例如，当你发现自己在毫无理由地抨击别人，通过自我调节，你可能会意识到你真正需要的是放下一些不好的思绪。那通过这种方式，你就会自觉地选择一种能使你进入积极状态的策略，而不是盲目地在对你和任何人没有半点好处的精神状态里四处乱窜。第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你非常清楚，焦虑会导致你的胃肠不适或者头疼。你的精神状态每时每刻的都会影响你的身体状况。它在发送那些会引导你的行为的无意识思想和情感。当你不自觉地将平静的思想带入你的大脑，不管怎样，你都能够在你的神经系统里制造出惊人的变化。你确实可以通过重新疏通大脑来改变你的精神状态，重组你的思维来改变你的身体状况。
在我们的研究和临床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当你训练和控制你的思维和神经系统，让它们处于平静状态时，你的大脑就能以最佳的方式运行。当你为自己塑造环境来维持这种平静状态时，如从晚间新闻中休息一会儿，或暂时戒掉社交媒体，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焦虑和反刍思维。但是，当预料不到的事情以戏剧甚至是悲剧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那会是怎样一番场景？生活冲击。你的生活过得非常顺利，突然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将你甩出了正常的轨道，这些事情令你震惊，让你暂时不能动弹。我们将这些突发事件称为生活冲击，它们乍然惊现，会伤害你，阻止你正常的人生步伐。一场暴风雨，经济挫折，情感虐待，失业、疾病，工作和伴侣带来的失望，以上任何一种经历都会影响到你的安全感、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我价值感。生活冲击会在任何年龄段发生，然而我们越年轻，就越难以应对它们。它们可以摧毁我们冒险的勇气，打击我们发现生活目标的积极性，阻止我们本来能够也应该为这个世界去做的贡献。当我们受到伤害，生活在压力中，要为重新平静而斗争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原始的求生本能出现，试图保护我们，但有时却以破坏性的方式出现。比如，假设你感觉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甚至很愤怒，你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变得内向。在孤独中呢，你可能开始担忧，朋友和家人是不是都在反感自己？这样的念头很快让你高度的戒备，导致你不问缘由的对所有情况做出糟糕的反应。对很多人来说，哪怕是生活冲突在逐渐消失，焦虑的后遗症却依旧烙在身体里。你越是担忧遭遇相同的生活冲击，哪怕是不自觉的，就会感到恐惧和焦虑。早晨醒来的时候，你感觉到很不安，甚至觉得胃里一阵抽搐。到底是什么导致这种糟糕的感觉出现呢？你问自己，你的注意力从一点跳到另一点，再跳到另一点，不停地转变着。你需要和你的伴侣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你不得不解雇一位员工，财务上的烦恼，你年迈的父母，这些点开始循环转动，注意力不停地围绕着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预想。你感觉很孤独，尝试着解决问题，却不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会遭遇生活冲击，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成为他们的手下败将。为了打败焦虑的恶性循环，你必须要做出改变。注意力和自我调节。你的部分问题在于你将注意力放在了全部问题上。心流最有体验心理学的作者米哈尔·齐尔森米哈赖伊注意到，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和关注方式决定着生活的内涵和品质。所以，如果你关注的是可能变得糟糕的事情，那么生活将会波折不断。那如果你能够改变关注的对象，你就可能改变你的思维和生活的内在经验。20世纪70年代，生物反馈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可以察觉到非常微小的内部感受，比如心率、手的温度和肌肉张力。每一种感受都关联着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一旦你察觉到这些感受，一般来说只能借助生物反馈系统，你就能够学会控制它们，从而即控制了我们的意识状态。
但是我们做出改变并不需要生物反馈系统。之后呢，研究发现人类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或降低脑波振幅。脑波和情绪状态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如果你可以控制脑波，你更容易挺过痛苦，愉快地度过大部分的时光。你也不太可能会陷入那些让你感觉很糟糕的消极思想、负面情绪和不良行为里。通过练习，你掌握了自我调节的方法，证明了那句古语：能量流向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唤醒水平。我们的大脑有点像我们的私人国土安全部，评估危险并设置成相应的唤醒水平。大脑觉得这种水平最能保护我们。当生活顺心顺意，大脑就会处在最佳的唤醒状态，不会太紧张，也不会太放松。当你处在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金发姑娘的立场，你会觉得很放松，你的身心状态恰到好处。显然危险事件，如三只熊走进家门，需要高的唤醒水平来让你迅速地做出反应。但一般来说，当你在低唤醒水平里学会成功地应对突然发生但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你就能穿越坎坷的道路，迅速地回到平静的状态。焦虑会让你困在高唤醒水平里。当你在并不是很危险的状况里过度唤醒神经，你的反应将会变得失常和紊乱，会对那些并不存在的危机做出反应。同时，如果你很沮丧，你会在需要高度反应的状况下出现低唤醒，那这会让你的反应变得缓慢。在任何情况下，过度唤醒、疲倦或低唤醒、自由散漫的状态都会最大限度地毁掉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学会自我调节，这样你的唤醒水平会让你放松而不是警惕。你无需焦虑地应对压力事件，从而能发挥最佳的水平。我们希望你更加留意你应对各种问题的一贯方式，这是你的觉醒状态，你静止的精神空间。跳舞小姐的情绪历险记。雷切尔是电信行业一名高管，负责为公司制定金融政策。他一整天都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自己所做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他无比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每次最终决定的时候，头脑竟是一片空白。害怕犯错的恐惧正在将他压垮，使他难以干好工作。老板也开始向他暗示，很不满意他的表现。压力压得他夜不能眠，结果他疲倦不堪，有时也会向朋友乱发脾气。我们问他，那你想要怎样的感觉呢？我不想每天都在焦虑，我想能够迅速地做出决定，并对他们充满信心。我们建议雷切尔尝试回忆平静和自信的时刻。那很容易啊，他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公司培训中学习心理策略了，他们教我如何在工作中冷静地平息潜在的内心冲突，那真的很神奇啊，非常适合我的心意。他在我们面前完全变了个样子，从一开始焦虑到厌倦，再到平静和充满好奇。那太棒了，我们告诉他，记住这种感觉，我们将努力让你经常体验那种感觉，这样每一次你感到焦虑或恐惧的时候，就能够让自己从那种泥潭中抽身而出，最终使自己度过平静的时光。大脑往往会将注意力从一种焦虑转移到另一种焦虑上去，然后再移向别的不相关的主题上去。所以呢，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需要不断练习的技术活，它比表面上看上去困难得多。下一次你感觉焦虑的时候，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维持1分钟，
注意发生了什么变化。你会发现，焦虑不可能和关注呼吸同时发生。现在来思考，如果你保持某种思维方式或集中注意力，又如何定义它们？如果你的定义中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难以解决的可能性，那么你就能将自己逼到了死角，除了干坐在那儿自寻烦恼，别无他法。但是解决一个问题总有其他方法，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有些方法需要你打破思想上自设的牢笼。米尔顿·埃瑞克森，这位被生活杂志选入美国顶级的25位临床医生之列的著名精神科医生曾经说过，你能想到的便是你能做到的。埃瑞克森曾经住在菲尼克斯，他让他的学生思考这个问题：从菲尼克斯到图森旅行有多少种方法？他的学生给出了一般的回答：乘坐私家车、飞机、公共汽车、火车。埃瑞克森鼓励他们放松，允许他们从无意识中寻找别的答案。只是片刻功夫，创造性的点子想遍了整个屋子。乘坐热气球，驾驶飞机环游世界，挖掘地下隧道。非常好。埃瑞克森以一种淘气的语气说道，但你们的无意识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方法，再试一试。于是学生们使劲地打破思想的牢笼，向外想得更远。心灵传动、星体投射、鸵鸟赛跑，这种练习使我们意识到，你对一个问题设置了框架，就会限制它的解决途径。但如果你让思想自由翱翔，令人惊讶的想法就会冒出，你就找到了一个从未向你敞开怀抱的未来。我们利用这个技巧帮助了雷切尔，让他在自己面前打开了各种可能性，在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能力上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你的个人故事如何助攻担忧和焦虑？你对自己所讲的故事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我们构建的个人独特叙述，使我们的故事陷入我们所信的都是可能的这一想法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故事来打破这些可能性。我们不能消除经历过的痛苦，但我们可以重写关于这些遭遇的故事，从而学会掌控那些痛苦。琼·迪迪恩说过，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是为了生活，这些故事既可以帮助，也可以妨碍你的生活。重编故事就能扭转你的认识，于是万事皆有可能。故事是精神燃料。安布尔是一所大型税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最近与合伙人产生了争执，开始担心对方四处散播关于自己的负面谣言。他的合伙人瑞巴刚进入管理层，正行驶在晋升的职场快车道上。瑞巴声名远播，因为他到处说人坏话，除了使劲阿谀奉承领导之外。安布尔不想和瑞巴说话，但为了集思广益，更好地完成工作目标，他不得不去找瑞巴。瑞巴却避开了他，偷偷和别人谈论。安布尔对此很无奈，觉得自己无足轻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问他，他叙述的故事在内心呈现怎样一个画面？他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大家都厌恶他，但老板很满意他的工作表现。下一个恐怖情景闪过，他被公司解雇，然后被迫在别处工作，挣取可怜的薪水。我们建议他重新写一下故事，故事主角换成瑞巴。他平静了一下思绪，灵光一闪，于是将故事改成这样：瑞巴这么努力地阻碍别人的成功，通过散播别人的负面信息来获得荣誉，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很孤独。
不同的故事改变了安布尔之前描述他不断恐惧、备受折磨却无能为力的冰冷情景。新的故事让他同情瑞巴，甚至让他意识到可以策略性地保护自己，让自己感到温暖而能置身事外。其实你越执着编写自己的故事，你越难以灵活地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试试吧。研究显示，一方面将负面情绪写下来会增强这些情绪，除非你将它写到纸上，然后将纸扔进垃圾桶里。另一方面呢，你可以通过写下备注来使自己平静下来。当你尝试在纸上组织你的文字后，你会惊叹于它所产生的效果。所以给自己准备一支书写流畅的笔，一根崭新的笔记本和一张干净的纸。在纸中间画一条直线，将纸一分为2。在纸张的左边描述你大脑目前的默认状态，以及现在每天的感受方式。在1至10的范围内测量一下你现在的快乐值，1表示沮丧，10表示快乐。心理和身体的感受方式会不会改变你的生活、工作和社交的方式呢？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感受方式？它是你想要的那种方式吗？在纸张的右边，描述你所希望的精神状态，编写你憧憬的生活故事。是多一点冒险经历更有安全感，还是更加平静，有很多的朋友或良好的人际关系更有安全感呢？为了拥有更多你想要的，在未来的1年里，你将期待有哪些事情发生呢？心境更加平和，会对你享受生活、参与工作和进行社交方式有什么影响呢？当你对那些使你夜不能寐的焦虑进行反思的时候，能不能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消除这些烦恼？或者说他们完全得不到消除，你会感到快乐吗？如果不会，那么请不断尝试，直到你想象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乐观未来，哪怕你不相信它会发生也无关紧要，你只需要想象它。你越经常这么做，你越会相信它能够实现。成为自己的私人侦探吧，不要轻易就接受简单的答案。自我意识是寻找安宁和学会运用平静心态的第一步。在经过1个星期、30天、90天的不断练习本书所提出的方法和技巧后，反复地进行自我评估，你的进步将不断地激励你朝着平静、安宁的精神状态前行。进一步评估情绪反应和自我调节。让我们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从中画出一条直线，将纸张一分为2。你需要回答每个标题下面的20个问题，并在1至10的范围内评估你的反应。1是程度很低，次数很少；5是程度中等，次数中等；10是程度很高，次数很多。再强调一次，左边的部分是填写你大脑目前的默认状态，右边是填写你的期望。情绪反应。第一，当别人让你失望的时候，你的反应强烈吗？第二，在人群里，你会感到焦虑吗？第三，你会躲避人群吗？第四，你有多高兴？第五，当你身处压力状态的时候，你会变得焦虑还是沮丧，亦或两者都有？第六，你经常惹怒别人吗？第七，你现在有多满足？第八，你会公平地批判别人吗？第九，你乐观的心态能维持多久？第10，你会因为自己的感受而经常责备别人吗？自我调节。第一，你经常能够在苦闷之后恢复愉悦的状态吗？第二，你很容易就能够改变你的行为吗？第三，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意志力？第4，你觉得你在生活里是不是充满干劲儿？第5，你经常麻痹自己吗？第6，你经常用甜点或巧克力饼干此类碳水化合物来治愈自己吗？第7，你的思维有多僵化？第8，你会陷入习惯性的焦虑吗？第9，你会觉得自己被别人迫害吗？第10，你经常发怒吗？当你比较这2组问题及其答案时，你将会看到一张凸显某些区域的平面图，那些区域显示着你所是和你所想之间的差别。当我们一路前行时，那些区域正是你想要将注意力和意图投向的地方。你已经意识到，大脑天然地倾向负面事件，侦察环境中的危机。焦虑和反刍思维，这些关于未来可能要发生坏结局的斯蒂芬金式恐怖神经电影，只会让你的焦虑值居高不下，而不能冷静下来去解决问题或正确地看待事物。除非你努力训练自己，让自己的大脑处于更加平静的状态，否则这些电影将融入你的生活，成为其中一部分。你也已经意识到，过度唤醒会导致焦虑和反刍思维，而每一种精神状态都是由情绪、信念和行为的模式引起的。当你改变你的精神状态，你就会改变情绪、信念和行为，最终也会使你的现实情况得到改变。通过大脑的练习，你能够改变你的精神状态，从而获得更为积极的行为、想法、情绪和态度的模式。既然你已经非常清楚大脑是如何运行的，那你就已经做好去探索大脑如何将我们置于某种心境中的准备。现在准备起跑了，你将要体验一个改变思维的有效方法，它将尽力消除你的担忧和焦虑。